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政忠老师。前者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日本熊本因为强震，各国元首其实都发表了慰问之意。那高市早苗他也在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谢谢各个这个领导人，各国的领导人。可是我们来看有梅洛尼，谢谢鲁拉，谢谢武契奇，谢谢包括罗马尼亚的总统，还有这个南韩的李在明啊、马克宏啊，没有赖清德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他一个诚挚的慰问，还说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可以派人过去帮忙。那样呢？漏掉赖清德了啦！日本网友也有在底下留言，所以高市早苗到底怎么样？他是怕触怒中国大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 concern？ 还是觉得说，这个赖清德跟我不好，不怎样啦？不过这个回应实在是让我们有点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另外，我们看到赖总统在接见一个人他是这个印太安全研究所的主席薛瑞福两个人在总统府见了面。薛瑞福是说，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施压，美国愿意协助台湾的国防安全工作那另外会积极建构无人机攻防的体系，希望台美深化国防合作。我们在看这个无人机这件事情，过去几个月赖总统念兹在兹，不断的对在野党喊话说钱要到位等等点点。可是真的是因为台海的情势太过紧张吗？我们来看看海上这个是发生在29号下午，我们看到海巡署公布的他说中国的海警船兵分2路闯我们的金门，所以海巡怎么回应呢？1对1并航监控，无线电广播警告驱离他那整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的对峙过程是这样。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海巡署的一个这边的公布嘛。那另外真正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呢？中国大陆海巡或者他们的海警对台海切香肠吗？这边是一个问号。国台办说没有啊，什么切香肠？没有海峡中线所以所有对岸的海警的行为都是正当而且合法的，这是陈冰华礼拜3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中所说的。可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AIT 美国在台协会非常罕见的晒出了这一张图那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各报2大报，国内2大报也把这张图作为头版头条。AIT 他把我们台湾的海巡署的船舰跟美国的海岸巡防卫队的这个船同框。可是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地区这个海上是在哪里，没有经纬度，有一个这样的同框照，这什么意思啊？管碧玲他说这是美国理解我们是台海唯一的执法机关。王定宇是说台湾跟国际盟友所做出来的有效反制。不愿具名的国安人士是这样讲，他说这代表我们跟友盟共同维护海上的国际秩序。那另外这个谢峰他是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嘛，他说台湾就是红线那五角大厦说不寻求跟中国发生冲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些国际间发生的讯息呢？先请教李胜峰老师。好，这个信息量很大对，那简单的告诉大家，首先在金门会出现这一幕就是这一张AIT 晒出来的图所示的，就这么简单。你美国的这个海岸巡防署，你凭什么来台湾执行警察权？还有我们的什么从管碧林王八千还有这个什么不敢讲名字的国安人士假如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靠这些人，那就完蛋了。全世界有哪一个海巡的警察权是国际合作的？就好像台湾的治安找日本的警察来合作一样的道理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警察对不对？对啊，那现在就是这个道理海上的警察一样嘛。对所以这些是狗屁不通的啦。那第二个呢，来到不通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次讲说，我终于把它驱离了，1对1以后不要讲这个话，因为1对1你会很难，因为中国大陆的量就是1000吨以上的大概是200艘，我们1000吨以上的大概不到20艘，
然后呢，1000吨以下、200吨以上的，大陆大概是用1000艘做单位的，我们有几艘，所以1对1哦，你要上，那很简单，那我就派40艘，看你有几艘可以来对，不要用这个话，台海之间不是1对1，是靠协商来解决。我们今天就是不协商才会这样子。你还别忘了，量少质调质差，还差一个东西啊，他民兵还没有出现呢。他那个移民数千艘的民兵船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1对1，还台湾的移民有多少人，你就跟你1对1。所以这个故事啊，不要再这样骗人，不是你欺你的，是时间到了，我们要下班回家了。啊，不是大家面对清楚，真的靠对峙解决不了问题。靠美国这一张图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带来的问题。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不要再来骗我们。这一张图是昨天的罪魁祸首。好，第二个呢，就无人机无能论了。我要给他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现在台湾呢，就是2个无能论，一个叫做什么万能论，一个叫做刺猬万能论。台湾成刺猬，大陆就不敢来了。那刺猬看你对象是谁呀？你的对象是狼是狗 ，OK 没问题。你的对象是恐龙是大象，那刺猬呢会被踩死哦。啊，第二个呢更重要的是现在无人机万能论也出来了。我做一个结论，这个叫做什么？新钱坑安慰剂。新钱坑是挖一个题目让我们去丢钱，安慰剂啊，就用无人机来安慰自己。你只要全世界都很清楚，以下我就来用几点来给大家做参考一下。这些美国人什么 C 瑞武、胡瑞 C 谁什么都一样啦，都是要来台湾丢钱，要来台湾来要钱。那我们今天就无人机，全球的比例、产能、技术、这个控制链呢、以及战略应用规划，现在大陆讲第2，应该没有人敢讲它是第1。那我们台湾是要比什么？好，4个盲点呢、请各位搞清楚。第一个就要什么？要变成地一战火，要把台湾海峡变第1战火，这是美国人说的。那我请问，是谁的第1战火？是台湾人的第1战火？是台湾海峡的第1战火？是台湾土地的第1战火？跟美国无关了。这个第1战火是我们要承受的吗？第二个，这个怎么样子呢？这个能够呢，在整个的比喻里面呢，我们来发现，我们有多少的能量，从产能以及呢控制以及因应啊，在这个比例上啊，我请问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本事？第三个，所谓的无人机要发挥功能，就是说要登陆的时候，用无人机最少的代价来达到最大的效果。那假若可以登陆了，代表我们的制空权、制海权怎么样子？没有了，制空权、制海权没有，就是我们的雷达系统、我们的起飞系统、我们的这个防卫系统已经被怎么样子？被摧毁了。那请问我们无人机要在哪里飞啊？当无人机的作战是因应在登陆的时候，这个是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你制空权没有，制海权没有，你的防卫权已经被打烂了。这个时候，你的无人机从哪里飞？要去打谁呀？一个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防卫没有的时候，那我们去玩什么呢？最后一个来比较一个，就柱子啊跟球人。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无论商用、军用，它从第一个小螺丝钉开始，到里面要用到的每一个稀土，到所有的零组件，全部自己的供应链完成。我请问，我们要求人家的有多少？这是另类不对称啊！这个不对称说，它拥有完整的体制，不需要假人，而且连控制的卫星、连控制的电信，它通通都拥有。那你呢？最后一点，全世界大概也公认，现在对抗无人机的系统，所有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做最完整的规划跟演练的。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第2，一样我讲，没有人敢讲世界第1。所以攻你攻不下，打你也挡不了。这个时候，我们花那么多的钱去搞无人机，新钱坑安慰剂，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要再骗我们了，拜托拜托。是，来这个赖老师。
当高市早苗没有点名赖清德的时候，没有感谢赖清德的时候，我想他有很严重的失落感啊，因为他是第一时间，而且还捐钱啊，民进党有很多人还捐钱，立委说他们要把他们的1个月的薪资，其实他们的钱还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呐。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纳税钱说被他拿去这样使用，我们内心里面也不是很舒服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赖清德应该第一时间要先关心的是台湾在熊本这个地区的民众他的安危，不管是台积电或是其他半导体厂，他的员工、他的家属、他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到底安全与否啊？那我觉得他应该要问的是安全否啊？还有就是台湾刚好去那个地方的旅客、游客，还有商务人士，还有学生安全否？我觉得他应该要先问的是这个问题。第一个，然后要请这个驻外单位确实的报告，说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灾损，然后有没有需要政府来协助？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第一个声音就是我要捐钱给日本啊，这个不对的啊！这个民进党这样做，把台湾的民众当小事，把日本的民众当大事啊！我觉得这样子不对的，这有点。把自己的人当奴才，然后把别人当组织，我觉得这个感觉很不舒服。那既然去贴的这么严重的话，人家连谢谢你都不愿意，我不晓得这个现在赖清德要怎么去赶快跟他们要一个感谢啊。所以我想可能赖清德会透过他的驻外人员说给我一个感谢啊。那我们再看看高市长们会不会补一个感谢给他啊？这个可能要后补了。那谢瑞福最可笑了。为什么我说谢瑞福最可笑？他刚去大陆回来，他去大陆的时候，他说我受到冷遇，没有很多人搭理他，他想见的人都见不到，他想看的厂商也没有人会理他。然后去大陆去了一顿以后，回来以后他说，我以后每年都要去。你是要去玩的，还是要去干嘛的？然后去完以后，马上就到台湾来，到台湾来就说，你要搞无人机啊，搞无人机的目的是要跟中国大陆打仗。你觉得这样的人是对台湾是好吗？那么对两岸关系是好吗？这样的人来台湾到底是来要钱的，还是说他来贴钱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是需要讲清楚了。因为以目前来讲，台湾的社会来说，你说我们今天搞这个无人机，我们的社会的需求量并不大，所以你卖不出去，你最终还是政府机关来买。那政府机关来买，它的成本效益又太高，又划不来，而且效果又不大。那这样的投资合理吗？对吗？把钱又给美国人赚，合理吗？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大家都要问，谢瑞福你到底是为你自己、为你的公司、为你的企业集团，或者为美国人谋福利，还是为台湾谋福利？那赖清德你到底是站在台湾人的利益角度上，还是站在美国人的利益角度上？也要让我们讲清楚。我觉得这讲清楚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我强烈建议了啊，这个管碧玲是吧？应该现在是管碧玲在管海巡嘛啊，他说要1对1你不要犯安倍晋三的错。安倍晋三当初对于这个大陆的解放军的空军进入这个空域的时候，他说我要1对1对悍，大陆一次来的10几20架，安倍晋三就说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我不会1对1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飞机嘛。那你现在你说我要1对1的话，那大陆海警刚刚盛峰兄已经有讲了，大陆海警一来的话，你怎么1对1？这很难看这一点真的是没有必要讲这种话。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古立言你在晒这个照片，可是你自己知道美国的海警在台湾的海域没有执法权，然后你又要晒这个照片，然后提供这个弹药给这个王定宇们等。来去做宣传，说美国挺台湾，可是我觉得不要说到最后反操作。为什么？如果大陆海警船进来了呢，在台湾的东部海域、花莲海域出现了，然后在那科研船在那地方做科研调查了，那请问一下，美国的海警船来不来？如果没有来的话，那就被全世界嘲笑了。坦白说，那就是反操作。也就是说，你以为我挺台湾，结果大陆海警船来了以后，你躲得远远的，那你不是被台湾人笑到肚皮吗？那事实上有没有发生？已经发生了，因为大陆的科研船上个礼拜才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在那地方进行科研调查，而且是在12海里，在经济海域以内。那请问一下，你的海警船在哪里？古立言站出来说一下，你的海警船在哪里？好，来请聂老师。好，
我在想，我们都年轻过，谈恋爱的时候呢，有一个术语或一种情绪叫做自作多情。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我们身为台湾人，有时候在这个在国际关系上，有时候我们自然身为台湾，的确有时候心里会蛮不是味道的。比如今天呢，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大家都非常清楚啊。这个在2011年3.1的时候，我们给了这么多钱。当然那一阵子，当然日本人有很多的回馈的声音，但这次的熊本事件，大家也知道，我刚才这个。我们岳先讲得非常好，也就是今天看起来我们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人当作好像奴才，对方当主子的做法，只要对方伤了几个，他就心里非常之难过。但自己的人可能在这发生了非常多的危急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这么有感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蛮痛心我们身为台湾人的感受。那我刚讲这个自作多情的这一面呢，是我们台湾人跟日本的互动基本上好像就是。我们讲川普啊，他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叫不公平，他常讲 unfair， 就是 give too much take too little， 他给太多拿太少，所以他在全世界都觉得他给太多拿太少，所以非常反感。可是我们台日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给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拿的很少。我们这次光看这个高市早的动作。他感谢这么多人，却没有感谢他说台湾有事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其实台湾有事，他只是对我们的对岸的一个不爽的一种抗中的心态。真的台湾有事，他真的会这么保护台湾，或者来协防台湾，这是我非常质疑的。我只能说啊，这个所谓的自作多情，这一个恋爱，台湾我觉得是自己真的太渺小。我们要提升自己价值才是真的，因为我们的底气真的不够。我们有了底气，就不会被人家这样子糟蹋。否则的话，照理讲，我们台湾的确是一个在国际间。我们讲不好听的，半导体也好，制造业是非常强的一个这一个地方哈。好，那我第二个要讲就是海峡中线这个议题啊。大家都知道海峡中线到底什么是海峡中线？它是个虚拟的界限，不是吗？那到底有没有呢？实际上我们只能说 yes and no 哈。我想这是一个两岸呢在军事冲突的一个 buffer， 就是缓冲地带。当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所定义出来的，画一条海峡中线，互不侵犯。可是你知道吗？过去、现在与未来，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也常常会变化啊。这个重点就是现在海峡中线是看谁来看，所以我们在强调这海峡中线其实有点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岸已经不承认海峡中线，他们的舰艇都已经到了台湾的东边、东南边，甚至飞机都已经在随时的巡航啊，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预演。所以再怎么去强化这海峡中线，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国际关系上一定要强化这一块。最后一个，我还是要讲一下无人机。无人机我是其实蛮赞成，因为这是科技的未来。可是我们大肆的把这个资金扎在所谓的无人机，甚至强化在军用这个地方，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我们无人机在军事上你是要攻还是守？不过呢，我赞成是民用的部分。其实我们去看我们对岸到深圳去看，这么多的低空经济，你送餐送人都可以用无人机了。其实我们台湾在民用的无人机应该加强才对，而不是一直强化在军事上。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海军最近做了一件事情，针对性很强。针对日本来的啊，这是日本防卫省他们公布的一个航机图，就从7月16号开始，我们看到在日本南西诸岛哦，这个红色的这个虚线，好，这个就是中俄的海军联合就这样子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到7月25号、26号、27号绕了日本列岛哦一圈，哈。27号是通过了北海道的宗谷海峡西进，预期进入日本海之后，中方的航舰还会南下穿越对马海峡返回驻地，形成完整的一个环日本的一个航行的一个路径。那当然对日本来说，它非常的警惕哦。那中间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警告。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哦，这是从中国大陆的视角来解读的哦。他说，解放军2次警告日方不能自称海军，因为在海上自卫队嘛，会有一些无线电，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海上的我们的海巡署也会用无线电去驱离中国大陆的渔船啦，或中国大陆的这些船舰。所以呢，他就说了，海上自卫队就日本的自卫队在无线电的通信中说海军，日本海军。这个举动让中国大陆很生气。他现在是很认真的做外交上的严正的交涉。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宪法是和平宪法，所以日本是不能有军的，它不能有海军，它只能有自卫队哦。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做法呢，中国大陆就说严重的违背日本现行宪法第9条的行为，解放军在巡航途中先后2次向日本发出了严正的警告。明确的指出其不能自称为
海军。好，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一个状况。俄罗斯跟中国联手对于日本做这样子的一个某种程度的一种巡航、一种警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军有动作2026年有一个勇敢之盾的联合演习。那我们看到美军的第7步兵师他在操作什么？暗音高超音速的导弹发射车你看到在这里有一些画面。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也会亲临现场观摩。那一些军事迷或军事专家就看了这个照片影片相关的植被地貌还有美军将这个将领的行程综合研判说这个地方我知道在哪，在关岛附近的天宁岛那它部署在这里，如果在天宁岛部署，它的射程范围3500公里，射程范围可以涵盖哪里？你看这张图，可以涵盖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苏4省还有一个直辖市上海市就是通通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所以这个针对性也蛮强的。不过解放军的应对是什么？他们有东风27如果一旦美军从关岛发射暗音对中国本土展开攻击，解放军在不动用洲际战略导弹的情况之下，可以用搭载常规弹头的东风27直接打击夏威夷如果那样，美中大战很可怕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各种的部署。另外，我们看到福建舰它成功弹射了空警600这个是对岸的一个秀肌肉那它弹射的这空警600是一架预警机嘛。弹射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短短几秒就从0冲到数百公里。那飞行员要非常厉害，因为那个东西很可怕，这个重力加速度，他立刻要这个操控飞机。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对岸解放军的歼15的试飞员在做这个弹射的试飞的时候那他在这个歼15的舰载机在滑跃起飞的时候，发动机突然发生了状况。那最后试飞员是把它控制住这个飞机，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公尺的地方戛然而止差一点点。所以这个是在做一个弹射演练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意外。那另外我们看到国际上面的政治是王毅，中国大陆外交部部长有希望下个月要访问韩国，就南韩或者有可能会会晤李在明，讨论中韩关系跟韩半岛的问题。因为1月份的时候，李在明有到中国去访问，而且有跟习近平见面嘛这是距离这个李在明跟习近平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最高级别的长官第一次访问南韩。而另外我们看到南韩说他们的海洋警察跟我们的海巡署一样他29号就公布说扣押中国的渔船数量已经创了5年来的新低这个什么样的讯息呢？来请教老师。中俄的联合军演今年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举行因为他们1年是在俄罗斯，1年是在中国大陆。去年是在日本海参崴这个地方举行联合军演，今年就在中国大陆青岛这个海域举行军演。结束以后呢，中俄就编队联合巡航了，那其他的海的舰队就回去了那这次巡航是4艘战舰，1艘是动555这是中国大陆万吨级的这种导弹这个驱逐舰，这个很厉害，这有112枚垂直发射器，这是目前来讲最强大的中国大陆的海军之一，而且它的生产数量美国跟不上。美国现在海军的生产能量大概是中国的100%而已所以他自己做不出来，他现在要请韩国人或者日本人帮他做那这是1艘，另外1艘是联52D也是中国大陆的主力战舰，这是2款很新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补给舰了，综合补给舰，那就代表什么？他们要远洋了所以你只要有看到补给舰出航的时候，通常都代表远洋要开始了还有1艘就是俄罗斯的，所以是中俄的联合巡航就开始了。那由于日本他签署了所谓的美国所倡导的这个南海的伪仲裁案的这个联合声明，日本人签署了。那日本人签署，中国大陆外交部就是说，那你自己已经放弃你所有岛屿的这个权利了。为什么？因为太平岛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人最清楚了，太平岛永远是岛，它不会是礁
啊，你海水再怎么涨潮都不会淹没这个岛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有淡水，第二个有人有动物，还有这个植物都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岛。但是呢，这个伪仲裁法庭把它说成是礁。那你日本人把太平岛也说成是礁的时候，那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说，那你自己承认了，你们的所有的岛屿都变成礁了。那既然都变成礁，你们就自己让渡放弃了所有的经济海域。所以大陆现在的正式的官方的说法是，日本非法的划设专属的经济海域，那就是从小笠原群岛其实就是小笠原群礁开始划设的所有的经济海域都是非法的经济海域了。因此，中俄完全不承认日本所划设的非法的经济海域，不只是中国大陆整个俄罗斯也全部都否认了，也都不再承认，所以就进入了这个冲之鸟礁这个地方，就举行了实弹的射击。一般来讲，我们经过你的经济海域的时候通常都会用无害通过的方式但是现在已经你没有经济海域了，所以就进行实弹射击。日本表达抗议，中国就说你有什么资格抗议？你放弃了，没有了，都不是你的了。接着就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重要的地方以后可能也要改名了。你还记不记得美国跟日本打了一场叫做硫磺岛战役？哇，死伤很惨重，对不对？那是一个太平洋非常重要的一个岛屿。是，现在它也不再叫硫磺岛了，要改名叫硫磺礁。所以也不再是岛屿了，因为按照日本的标准，它都不再是岛了，它成为礁。所以中俄的联合舰队也进入到硫磺礁的经济海域里面了。那日本表达抗议无效，因为它已经是自己放弃了。接着就到了横须贺，也就是到了东京湾了。到了东京湾，对日本来讲，那就是压力很大了，因为军港在那里，首都在那里，经济板块在那里。那联合的海运就到那个地方，最后到北海道，再往南走，穿过中国海峡，回到日本海。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俄已经把日本绕一圈，那也就是说，你每个地方我都可以打的。所以这个危险性很高，每个地方都可以打得到。好，来请教盛峰老师。就像我们来看小的平常我喜欢谈大，但我谈到日本之后，我喜欢谈小，因为中国大陆既然严重的警告日本不可以用海军，你叫海上自卫队。中国人讲名正言顺，全世界最会制造名词把黑变白，那把脏变亮的日本是第一。我举个例子，这个演 A 片的叫做女优你们都听得懂都好听的女优这个呢，这个海上自卫队呢叫海军 ，OK， 然后呢慰安妇这个明明是尽忠基女妇叫做什么叫慰安妇？的侵略有没有？叫进出，还有这样讲没有，就男这叫进出嘛，是不是进出所以呢，日本人在发明这些名词是世界上第一流。所以中国人也就名正言顺的情况下，就把它订正回来一下。你看，它上面是漆的叫海上自卫队嘛，像我们的空军上面是在中国空军嘛，中国海军嘛，叫我们中华民国海军嘛，我们是这样写的。所以呢，这一个呢证明是蛮重要的。我会在这里再告诉各位另外一个证明：全世界都叫皇帝，为什么只有日本叫天皇？他比谁大？对，他们是叫天皇。对，那比谁大？为什么我们跟他叫天皇英国也是老牌的王室国家吧？对，叫英皇、英王嘛。对，全世界哪一个叫天皇？为什么我们叫天皇？所以本人已经好几年前就改了。就叫日本皇帝，皇帝就皇帝，什么的天什么皇帝？应该讲日本国王不管嘛，都是皇帝就皇帝吧，怎么被什么的天你天到哪里去？那他们也自以为是，我们呢也自然而然跟他应用了。我们媒体都这样写不止媒体，全世界都这样说。这样写一样的，这个明明是金钟，这被胁迫当金钟，这个什么这个被羞辱的女性现在把它叫什么叫慰安妇？的嘛，这个你会发名词那我们也给他名正言顺一下。希拉蕊说他们是性奴那是性奴隶应该没有错，而且是谴责的，是吧？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时候日本应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俄会在最近这几年常常联合今年的，然后呢环日本四岛游览一圈，或者经过它？日本要想一想，是你做了什么，让这两个2次大战跟你的余绪未解的国家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第二个，日本也必须想想，继续要成为西方的一份子，或者要让自己扮演自己在东方啊应该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日本这是到了要思考的地步了。啊，最后一个呢，我要来谈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西方又在讲了，哎呀，关岛射的什么飞弹，这灰弹可以打到什么福建、广东、上海、江苏，啊，这样一副，然后中国怎么办？中国就用飞弹打夏威夷，不会啦，你要去稍微了解一下战略部署，它不是这样子了。第一个，中国大陆在整个的对关岛的战略部署非常清楚的做好各种预警的准备了。第二个，他用了红旗作为反飞弹的安置了，那都对准的很好，不会让你打过来的啦。第三个，真的你开打了，我除了反制你之外，我的东风啊，第一个不是到夏威夷，第一个就是把你关岛歼灭掉。它的设计是如此了，所以夏威夷是已经第二步了。最好这一幕我们不要看到那是人类的悲剧。是，希望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都不要，都不要，不要打仗，都不要打仗，都不要，最好更不要有核人的这个导弹，那就更可怕了。不过大家回忆一下，才最近的不久之前，那么当然，我们的对岸呢，当然是射了一个叫浅射的核导弹，不得了。这个核导弹呢，去射程可以到1万多公里。那不管是巨狼2、巨狼3，都足以震惊世人，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多的震撼，包括日本也发出了非常多的声音。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提到这个关岛哈，不管你安营导弹能打多远，3500公里，从某个角度来讲没有错，你可以 cover 到辐射射程，可以 cover 到你想要打的目标的一些地方。可是有没有想到，当你要打的这些目标，它有更多像刚刚讲的红旗地对空的防御，就像你爱国者飞弹有防御的这个系统，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达到你的任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有没有想到对岸可能也有它更厉害的反制你的能量？比如刚刚讲到东风，大家都知道当时的 Nancy Pelosi 来的时候，我们的6区军演是东风15而已，东风15呢也不过就是600以上的这个公里，短程的。东风17到这个1800公里，而东风27他们就用这个来跟它相对，就在5000到8000公里，这是远程的导弹。刚有讲的，不需要洲际，也不需要打到这个旧金山洛杉矶，就已经把你可能关岛你的这个抵制力就已经被人家已经压下了。所以我觉得谈这个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就是我觉得对岸其实都已经非常沉稳的认为你去讲去 cover 都没有关系，这种讯息顶多让部分人不知道的情况的人会有点担忧而已。第二个呢，当然我要讲的是比较有趣，就是其实好几十年前我就看过一个影片，也就是在全球报道了全球的军事实力，结果他报道了日本。当然日本呢，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不是在2战之后不是被限军了吗？也就是不能讲海军之类的。可是呢，它叫 National Guard， 那英文这个 National Guard 就是国家防御部队，就是自卫队，它是 defense 以防御为主，不是这样吗？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因为实力够强，在他资本强大的时候的80、90年代，在2战不久，其实他们就有实力让他们壮大。其实他们就想，但因为国际就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可是现在的他，我知道他因为我想高市早苗上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右派保护主义的想法，甚至他非常多的一种言行，已经到达了让中日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的不可这个在融合的之下呢，他必须要做很多动作，所以在言语上，在军事的强化上，他就做了这种所谓超越应该做的，所以自卫队要变成海军这样的一些说法等等的。我觉得这是造成很大的危机。各位再看看环太平洋军演才刚过嘛，那大家也知道环太平洋军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是日本，他也必须拉帮结派了。当然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了中俄可能在整个这个环岛军演，就是对日本的整个这个岛链的封锁，那可能就不是日本能够接受或者能够想象得到的。对，另外我们来看美伊的战火再起了，包括这个28号的时候呢，伊朗向约旦境内的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结果5枚飞弹都被拦截啊。那川普很生气说我们要回击，要把他们打到怎么样呢？就是讲了一些脏话。所以我们看到中东这样的情势好像又升级了，那川普又生气了，而这个地方
伊拉克的武装联盟好像也蠢蠢欲动哦，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就联合打击了伊拉克亲伊朗的武装组织，结果造成了20个人死亡哦。就说他回应哦，沙烏地阿拉伯石油设施被伊朗攻击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哦，你打我，我打你，其实是一个大乱斗。所以川普最后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一个局呢？外界也都在看，只是川普对伊朗升级情绪中。哦，都骂脏话了，所以情绪上是非常强烈的。那中央哦，美国中央司令部有一个司令叫 Cooper， 他就提出了一份为期14天的密集空袭方案。我干脆在这2个礼拜把它给密集的打击你伊朗。可是有人喊停哦，就是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哦，这个他说哦，要提醒你们。可能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包括2阶跟3阶的后果，而且他还很忧虑的说，美国的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现在已经见底了，你还要这样干吗？哦，另外我们看到国际间有一些状况，包括现在传出说中国给了伊朗400套的肩托式的防空导弹，川普就很生气，他说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会失望，他用失望2个字来形容哦，因为习近平跟他9月底又要见面了哦。川普就说，习近平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他不会参与其中。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做了，我会很失望。而另外，因为现在很多防空武器美国的都已经被这个导弹已经库存已经消耗的差不多，而且美国的这个爱国者这些导弹都非常的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FK2000，这是中国大陆制造的哦，弹炮合一近程防空系统。最近有人发现它被部署到巴林，这是中国制的武器，部署到巴林，它的意义是非常接近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司令部哦。因为我刚刚讲了嘛，爱国者飞弹这些非常贵的这些拦截系统，你拦截这个无人机，你这个 CP 值非常的低哦，所以他们像是巴林他们就把紧急部署到这个地方，那可能非常有可能是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的这些国家把它支援到这个地方去。那伊朗的局势现在是一团糟美国就说他会再进一步新一轮对伊朗做一些制裁，包括把10间实体以及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的名单，其中还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的这些公司。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它在无人机还有包括机器人的领域上是非常发展的非常日新月异的。那美国禁止中国大陆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电力逆变器这2项。那中国大陆商务部立刻就有回应，他说如果你这么干，我立刻会反制。而雷军，我们看到是小米的 CEO， 他晒出了这一段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是白色的机器人他在工厂里头做工。那白色的是工人，黑色的是这个算是一个干部吧。黑色的机器人是督工的角色，所以你觉得很特别。未来在工厂，过去我们看到从英国工业革命是很多的女工在这个工厂里头做工，那有领班嘛，在旁边监督。现在都变机器人，白色的机器人在做工，黑色的机器人是在监督他们，而且还面对镜头比了一个耶的一个手势那另外，斯洛伐克的总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他们也不能免俗的去看访了机器人，去探访了机器人展厅，结果他发出了一项疑问，我们来听听看。因为他怀疑里头有真人躲在里面，因为太像了，对，实在我们看了也很难分辨得出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大陆的机器人它已经不再只是娱乐性的机器人，它事实上很早就进入了生产车间了您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我去大陆的一些工厂自动化的工厂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到在这才是去年的事
那因为很多都是它的整个生产线都自动化了，都机器人在去工作。那当然是人在那边监控，监控什么呢？监控说，哎，有没有机器人出了什么故障？他们有时候是在控制台那个地方来控制。可是如果说雷军他所展示的是以后再由机器人来监控哪些机器人有损害，或者是说他的动作可能有点故障，然后通报他们，然后进入维修。那这个话又省了一部分人力哦。那我们人就没有工作了。有操控人员越来越重要，写程式的或者做 AI 的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取代了很多枯燥乏味的人力了以后，它会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工作职种。所以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要选择科系，要去思考未来的科系，而不只是过去的科系，要思考现在跟未来。我想给观众朋友说哈。越是机器人越 AI 的时候，人本就越重要了。以后的画家会用手画的，他会更重要，啊，绝对不会消失哦，你不用担心，画家就变成无可取代。为什么？因为当所有的东西用机器人喷出来的时候，它不值钱了，它1毛钱，它一个画作可能5毛钱，可是你用人画出来的，可能我就叫艺术了，那我就要买那个用人画出来的，因为机器人都可以做的，我们就不再有那个价值，而人可以做的才有那个价值。所以不要以为艺术系就会消失，不会啊，这个不同的概念啊。那当然您看参考就好。好，那我回过头来讲一下，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器人太可怕了，他们的发展事业到目前来讲，连美国都承认他们是居于领头羊的地位。我们来看川普他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他原本一直希望，就是说整个中东地区的战局是由他主导，对，他有主控权。我打，然后你可以回手，是，但是我不打，你就要停。那过去伊朗的战略也确实是如此。你打我就回手，你停了我就停。你要谈，我们再来看看。以往都是这样的一种，好像在跳探戈一样。所以我们看看。嘣嘣嘣，打啊，那伊朗就反击，然后他停了，然后伊朗就停了，然后就谈判进行又开始，就不断的一直反复到大家都觉得歹戏拖棚够了吧，很烦呢。好，但是现在伊朗在这一次他采用的方法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内塔尼亚胡到白宫去访问，而且又带情报去了，所以对伊朗来说，你又带情报去了，是不是你们2个又要搞手了，又要对我了？那干脆这次伊朗就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可是问题就是很特殊的地方是在于，您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伊朗打约旦这么远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对，几乎是百发百中，很成功。可是这次为什么5枚、4枚都被拦下来？对，故意的，故意的哦。警告，就是我只是警告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谈。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讲，颜面挂不住了，恼羞成怒要反击。这一反击，您看。果然就打中了，连在埃及港口的美国的天然气船都可以打得到，这代表什么？我是故意不打到，故意被你拦。所以那5枚是故意被拦的，故意被拦。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的团队有问题，程度真的有问题。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李胜芬老师。是美伊战争里面呢，我关注的美国更胜于关注的伊朗，因为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是最大。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出现是赢不了、停不了、撑不住、供不了、供应供不了。这是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这4个不了，或者你说有哪一个是言过其实呢？那一个国家，假如今天不是美元是全世界在支撑，没有一个国家撑得住了。早就投降了。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有没有提供400个灰弹，有没有？至少在大陆里面现在是否认的啊，也不要去争有与没有，我们没办法证实。但是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至少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啊，是全世界交战双方的影子，金攻火库，金攻火药库啊，这两边都打无人机啊，但是所有的零组件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所以说变成影子。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在美伊这样继续打下去，俄乌这样继续打下去，事实上中国躺在那里就不想进步，不想成大，都懒了。这真的是，哎呀，用这个我也不晓得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呢。
那中式的武器在未来的世界的供应，80这只是一个开头，以后会更多，因为它便宜啊，那管保还好用，便宜管保还好用，所以这个呢，将来美国、俄罗斯的绝对的市场，欧洲的占有的市场，中国里面将来慢慢的会分一个单位，大概也是一个谁想挡啊都挡不住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来讲，在未来啊，中国大陆在21世纪后面的这将近这50-60年的时光里，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在人工智能的软体开发应用啊，以及硬体的应用，大概世界上现在要赢过它的很少。就是说原创，美国还是厉害的，但是原创了之后啊，然后能够怎么样子设计、开发、应用，这个大概要赢它，大概已经很少了，而且谁要赶，大概也赶不上了。刚才我们在休息上谈的 AI， 不管 AI 怎么发展，全世界就是只剩下美国跟中国2个嘛，2个不同的模式，2个不同的发展方式，究竟谁会成功，用时间来决定。但是它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第二个会影响到新能源，就在能源的决定嘛，就像黄仁讲的很白嘛，讲什么算力，算力就是电力，没有电力，那一些都是空谈嘛。所以这个能源的来源里面，新能源里面，尤其呢这种小型的核电呢，将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趋势啊。台湾呢要不要去面对？不面对，我们缺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聂老师。好，我再这样想哈，2月底的时候，美伊在谈和谈，那当时呢，有一个人信心满满，就是 Trump 嘛哈，所以我一定会马上谈成，结果没有成。我要你的这么简单的，你不给我，马上要打你，他认为必胜，就没有想到对方对等还击，就打了一阵子以后，他在其中的时候其实很担心了，这时候他开始很有信心，担心什么？担心有一个国家会来帮忙。就是他讲 Crink 里面的对岸的我们的对岸，所以他很怕。结果后来他发现好像不太有资源，所以来支持。就在6月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谢谢中国没有帮忙在这次战争。他真的是这样，所以心中是怕的。就这一次不管那个400个嘛，哈，那个到底是真是假，我想他心里的怕的是不得了，所以他才用，他也不敢用很极端话语，他就 disappoint 失望来讲。他不能用 angry， 他不能生气，他不能愤怒，甚至不敢对着对岸说我会更反击你。所以你又知道，现在川普对中国是基本上我觉得是有求于衷啊。目前我看的是这样。我们今天讲一下机器人。我自己呢本人呢，我们刚刚在私下有讲，1989年我在美国读玩 CAD/CAM， 在工业工程就玩这个早期的机器人。其实我到台大资工博士班也去读了 AI 啊。好，那当然我没有那么厉害，但是2014-15、13-14-15，我跟我的学生团队就在推旅馆，做机器人旅馆。所以台湾第一个机器手臂旅馆就在台中确实，我不是打广告，在 Winbay 就是我们的旅馆，无人旅馆，我们那时候叫机器人旅馆。当我们并了缺口，我们可能要用缺口上市等等，把旅馆做大，我们就强调无人化机器人。